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7月5号星期天，今天没跑步。今天为什么没跑步呢？上周五的那个课真的是强度有点太大了，对我来说，就我拼的那个强度。脚上磨的那个大水泡，这只脚左脚这么大，有点轻微的发炎哦，走路特别疼。昨天跑起来还行，咱跑完回去就特别疼。今天调整一天，因为下周又是一周的训练。哦，这边跑步的队伍。要来大本城溜达一圈，正好借着这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观点。大江先生他们今年坐绿江湖100公里的男子冠军，4个人的左边第2个。有小伙伴问说，他听医生说，心率总在5区，就是最高那区，不好，对心脏的影响也不好，对心脏的寿命也不好。所以呢，他的原话好像说的是，所以呢，我一直跑得很慢，速度、能力和水平也没有进步。不知道他的这个观点对不对？那其实，他的前半句和后半句都已经说出了他的答案。前半句就是他听大夫说心率总在5区或者总在特高那区不好，那肯定是不好，什么事儿都是过犹不及，对吧？就是你永远在一个高强度下，比方说我永远在一个特别繁重的体力劳动下，那对我的肌肉、关节、骨骼也不好。心脏它也是一块肌肉，也一样。那后半句他又说了，那我就这样，我就不敢跑，然后呢，造成我一直没有进步。他说的也对，也把想表达的表达清楚了，就是你这样干，你就总不进步，你总不进步，那你是不是就不能总这样干？那这一句话里这么多总，那其实答案就已经不言而喻，就是你不能总在那最高的区间，但是你也不能永远都不在。你看比方说我的训练，我现在1周2堂半强度课，那差不多就是有2堂半的强度课的最高强度的时候，我的心率比较高，就是我的强度比较大。我觉得这个就合适，所以我觉得训练是一个适应的过程。一方面，我们马拉松就是适应更远的距离和更快的速度，对吧？那你训练也一样，训练就是适应更高的强度。这就像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我特别胖。然后那时候正好是北京的夏末，然后我200-300米我就完全不行了，就必须得停下来，200-300米就必须得停下来。那个时候的200-300米对我来说，那就是现在的像昨天的那种10公里，或者前天的那个5个2公里那种强度，那就是那种强度，就是你跑完以后就不行了，就力竭了，就极限了。后来我跑步的第1年，马拉松的第1年，我在准备北马的时候，去朝阳公园跑长距离。去朝阳公园跑长距离的时候，那我那时候跑个16公里，对我来说就很长了。我一过13-14公里，脚必然就磨水泡，而且那个13-14公里还是挺慢的，就5-6分，5分至少是5分半以外，可能是6分以外，我都不记得了。那个对我来说就是强度，就是现在的这种大强度。那你能说？那个时候不能那样练，那个时候那样练，你的心率在5区，在4区，对心脏就不好了。这个是个必然的过程呀，就是如果从来没有对它不好过，它就不会更好。这就是这么回事儿。这就跟你教育小朋友似的，教育家里的孩子一样。虽然说我们不能说打骂，但是你总是要有严厉的时候，有慈祥的时候。那你严厉，你说他，你去批评他，或者甚至是你骂他。你急了以后，那这种时候可能言语有一些冲突，或者有一些过激，那谁都不高兴，家长不高兴，小朋友也不高兴。但是这不是一个互相促进的过程吗？对吧？况且你也说了，他不是说一直在，就医生说的是不能总在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为什么我老劝大家，如果您是健康的成年人，想训练，不用太担心把自己练坏呢？是因为就这么说，我都这么狠了，而且我也有这么好的训练基础，我遇到这种强度之后的这个恢复不过来，我今天都停跑了，就这么回事。我承认
屏幕前肯定有比我狠得多的人，但是事实上说，就是人都是趋利避害的，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累死。这就跟科学上说人不可能把自己掐死是一样的，或者自己憋气憋死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这不就是明显的科学吗？我们跑步也一样，你累了你就知道休息，而且还有这么一个观点，就比方说昨天我们那我就跑了10公里，按说昨天那种课应该是15到20公里，为什么呢？那我实在是跑不动了。就有的时候不是以意志为转移的，这就像说，你说马拉松42公里，人要是真的靠意志就能把自己跑坏，就能跑到那个极限的话，那都能跑得快了，就不会有人掉速，不会有人说啊我跑不动了，对吧？讲道理吧，这再明白不过的了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，问这个问题的观众，您真的不用担心。当然您也说了，年龄不小了，我具体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，男性吧，就是说，也许，55岁以下，或者说57、8岁以下，都不用太过担心。当然了，可能过了，因为我现在马上41岁，我觉得确实是，倒不是说顶到那个心率难受，或者是对身体有损害了，而是越来越难顶到那个心率了。这个事儿其实就跟吃饭一样。17、8岁的大小伙子，你给他什么，这一顿吃的香着呢，特别棒。你岁数大了以后，你不是说因为你吃了以后身体不行了，是吃不下去了。训练也一样，不是您总有一天你再也顶不到那个心率，再也顶不到那个强度了。因为咱们再夸张一点说，假设有一天你已经不能正常的顺利的走路了，那怎么还能正常顺利的跑步呢？你可能一点都不累，我天天就坐在椅子上，坐在沙发上，甚至坐在轮椅上。那这种那你就没有训练的基础，因为你没有这个可以跑动的双腿了。这个可能比喻有点打击人心，但是有时候就是这样。我有时候劝家里人，我说能练的时候，锻炼身体，因为等坠到那个一个点以下的时候，就失去了锻炼的机会了，就不可能越来越好了。我们马拉松训练也一样，就适应。你看奥运精神叫更高、更快、更强，对吧？奥运其实就前2届奥运会的时候，我跟观众分享，我说，哎呦，现在这个奥运会看的吧，有点失去动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运动员一上跑道，你一看他就跟你不一样，你就失去了，因为他是榜样，是楷模，我想更高、更快、更强的欲望。但是其实我们都是这样，每天的训练跑步不都是为了更高、更快、更强吗？今天休一天，调整一下。我觉得脚水泡这事儿是次要的。昨天我的那10公里的感觉，就是真心的感觉发不上力，就是感觉把身体的那兴奋劲儿用完了。你要说今天必须咱们跑一个比赛，其实也能跑，但是没有那个就正常训练的时候没有精神动力了，确实是没有了。所以今天决定调整一天。下周2、周4田中先生这个我们这小团队的训练的课我还不知道。下周3是12个400，又是一堂拼的课。然后下周37月15号是6公里的阈值，正好今天也有朋友发私信，还是发评论忘了私信吧，说7月15号来这边玩，能不能参加合练？能呀，就是您要是赶上周3、周6来这边训练的话，来这边玩或者想跑步的话，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合练。周3跟周6就是什么水平的组都有，那周2、周4就我们这几位，所以您要是业余精英也可以。我这小朋友练棒球呢，在这儿。那这片土地，人家那年2024年大阪马拉松，2024年大阪马拉松存包的那片地，然后在这户外那天正好下雨，太可怕了。这就会长208那次，然后往回溜达去大阪城吃个早饭，剪个视频。今天就这样，今天调整。最后还是在大阪城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